我超怕，但是我还是玩完了。大家好，我是卡卡，今天我想要跟你们讨论的是最近在网络上超级无敌红的恐怖电玩游戏《还愿》。其实我是一个超怕玩恐怖电玩或者是看恐怖电影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看这些东西都会让我莫名其妙的压力就非常大，然后我都觉得人生压力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我还要再莫名其妙的把自己附上这么多无名的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算是一个例外啦，因为我觉得有赤足游戏就是台湾独立制作电玩团队所发行的新游戏就是还愿。那之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想要玩呢？是因为他们发的第一款游戏其实叫做返校，那时候是2D 的一个游戏，我也有玩过。它的故事背景是为台湾那时候白色恐怖时期，但是其实注重于在一个高中生的身上，那他所发生的经历跟他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我可以破例去玩这2款恐怖电玩游戏，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所谓的鬼故事，其实它比较注重于在于人跟人性，还有社会的一些评论。不止这样，他们这个游戏呢，就是真的可以很抓住到台湾的一些细节跟精髓，让我觉得就算我没有生在那个年代，但是我还是有一种怀旧感，而且也让住在国外的我更觉得就是想念台湾。所以呢，我今天要特别分析还愿，也就是他们所做到的一些超酷的游戏的细节，跟他们点出的一些社会评论，我觉得非常有趣，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先解释给没有玩过的大家好了，就是玩过的玩家也就知道，我们的故事是围绕着一家3口的一个小家庭。妈妈是昔日的玉女明星巩俐芳，而爸爸是曾经有名的编剧杜丰瑜，然后还有他们的10岁小女儿杜美心。以第一人称来玩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愿的画质跟它的质感是非常棒的，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跟《恶灵古堡7》就是化学危机来相比。当然，那个《恶灵古堡》还是有比较好一滴滴，可是我觉得台湾能做到这样的水准，是真的非常非常值得赞许。很有趣的是，你可以从墙上的月历啊、墙上的时钟到那种桌上的蜡笔，然后我一边玩的时候，我就来 ，Oh my god，这个小时候我都有。赤足游戏能注意到这么多小细节，我觉得真的是很棒，而且让我有种就是在现场的感觉。那我在这边也想要特别分析，也点出还愿所描述出的蛮写实的台湾社会现象。第一个重点呢，我觉得是台湾家庭之间的关系，而台湾这个家庭的问题跟关系，有特别描写出台湾家庭里面的大男人主义跟望子成龙跟望女成凤的这种问题。那我会说是问题，是因为我们先拿这个故事来讲好了，就是妈妈巩俐芳是当时昔日的女星，那也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她就隐退了演艺圈。但是当家里出现了一些经济的问题，那妈妈就是想要回去继续进演艺圈，就是赚一点钱，那维持家计。结果爸爸反而非常大力的反对，因为以他的一个大男人主义，他没有办法接受说太太出去赚钱，然后他自己没有工作。而这个事业不顺的爸爸杜丰瑜也开始把他全部的期望跟寄望都放在的小女儿杜美心身上，也让小小年纪的杜美心去参加七彩星的歌唱演艺比赛。那第二个重点是讲到台湾对精神病这个词的躲避还有回避，以及小孩身心健康的问题。因为爸爸妈妈常常吵架，所以美心开始出现一些忧郁啊，然后精神不振跟胸闷的状况。那当医生诊断出她是一个有可能是有精神病的小女生的时候，爸爸杜丰瑜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反而不是去找精神科医师，他反而去转向拜司神的慈姑观音的何老师求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像台湾家庭会做出的一个选择，因为大家对精神病这个词的接受度并没有很高，然后也觉得并不普遍，可能也是因为舆论的压力吧。我觉得台湾的舆论压力是非常强大的，也就是所谓的
你也知道，就是一些叔叔阿姨会讨论各个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这种比较是舆论的压力跟一些家丑不能外扬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他反而会去找一个比较像是偏方跟民俗的方法去求救，还有去治他的女儿。10岁的美心的心理到底是如何呢？我们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其实也有深深的感觉到美心的痛苦。在这边我这特别要提到赤足游戏做的最酷的一点，其实就是角色的切换，因为它是依照着故事的连续性，还有故事的一些角色的内容去做一个转换。所以我觉得这边很特别，是我们有玩到了抓周的感觉，还有就是在鱼缸里面当一个大鲤鱼，听美心叙述她的痛苦的感觉。抓周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是以美心的角色在玩，那她最后抓到的是麦克风。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她从小到大，她的压力也是从小时候开始，因为爸爸就一直深信的觉得就是杜美心是可以当明星，那就是也会变成一种就是爸爸或者家长给他的一个特别的压力，也没有过问说他到底喜不喜欢。鱼缸里面的大鲤鱼，我觉得很特别，是整个游戏里面我们都是看到那个大鲤鱼都在鱼缸里面，有一段片段是我们可以做角色的切换。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的可以感受到美心自己的寂寞，还有在家里的一些孤单，还有他在对鱼的诉苦。那这个鱼也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这整件事情。最后也就是还原的主题，迷信。台湾人是真的非常非常迷信，我们都非常相信传统的一些民俗啊，或是一些说法，还有我们特别相信老师。那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妈妈巩俐芳是非常不能接受他们家的高消费都是给何老师去拜慈姑观音。那这样子的家庭形态也造成杜美心的心理压力的问题，最后导致就是爸爸会偏激的去找传统的方法去治精神病。所以真的很重要，大家真的不要太迷信，也希望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健健康康快乐的长大，也不要给他们一些无谓的压力跟家里的压力，毕竟你的人生是你的，他的人生是他的，所以真的不要把自己想要的人生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因为不代表这是他们想要的。那我也很希望很多玩家也可以试着玩还原，就算你没有玩过电玩，我觉得你也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还原不止它的画面的非常有国际水准，真的是非常漂亮，也非常的精致。那我觉得里面的一些内容的意义也是希望给大家上了人生的一大课程。假如你喜欢我的评论，也喜欢我的分析的话，别忘了记得按赞并分享我的影片。那谢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次见，拜拜。